好，世界虽然大，但是中美两强的竞争啊是无止无息的。那特别是刚才提到的半导体科技也好，还有包括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稀土，这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啊，他宣布要启动代号叫做金库计划 （Project Vault） 这个战略部署。他说，预计美国要投入呢高达120亿美元，折合台币大概3792亿左右，要建立关键矿产的国家级储备。美国商务部长 Lutnick 呢，还有包括通用汽车的执行长，以及呢艾芬豪矿业的创办人哦，他们都出席了这场发布会。而这个金库就是这个 Project Vault 呢，它本身是不以盈利为目的，只会收取微薄的管理费用、营运费用。那储备大约有60天用量的关键原物料，采购的标的呢，则是锁定稀土、还有铜、锂跟钴这些重要的战略物资。那其中呢，也看到了稀土产业新闻网啊，稀土交易所他们提出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对于美国来讲，其实是一个提醒，而且是一个警钟啊，因为很不乐观。报告指出呢，美国恐怕要到2040年才能够建立自身完整的稀土供应链。所以提到了能源，其实川普也非常的谨慎，他也认为这个能源是美国的命脉。可是他现在透过这个金库计划，要主导未来，希望在稀土上面能够更多的主导权，甚至包括定价权哦。他的计划能够成功吗？大使怎么看？其实美国这个国家哈，它这个本来的定位啊，它就是政府是不参与各种实际的这些产业的经营，它甚至没有工业计划、工业政策，它是完全让市场来决定。所以就变成美国的军火工业也没有什么国营的企业，美国就是一个国家基本上不太参与、不太资本主义就是市场决定，就是市场决定的。那现在川普是比较打破这种政治传统吧，也没有说不行嘛。那美国的政府事实上他已经插手到美国的这些产业里面去了，那而且是自己直接设立机构来插手啊。这个我觉得跟美国的政治传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讲呢？是一个创新吧。那可能跟川普本身他是商人出身啊，他会觉得政府做很多事都没有效率，或者政府有很多权力都没有用对，所以他要插手。那这个就变成我觉得到最后他很可能会面临很多问题，就变成说在真正的商业经营里面，你政府要插手的话，像我们台湾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图利的问题。你为什么？你这个叫 cherry picking， 你为什么要挑它？你不挑它？对，你这个政府拿到的钱是要劫富济贫的，你是要做社会福利的。你怎么会把你手上抓的钱去已经获利无数的公司，像 Intel 这种公司，指定合作对象，你随便就给他几十亿美金，对，上百亿美金，这种公司赚钱的时候把钱交给你吗？没有啊。所以这是一个，我认为我是学政治，我是从社会正义，就美国的政治文化来讲，我觉得他做这件事蛮危险。而且美国没有这个传统。这里面因为美国的政治，它的所谓的政策决策后面有很多的利益团体的游说，到最后利益团体之间，那也会产生很大的利益冲突。只是川普目前这些做法，我觉得是突然让美国社会还没有回过神来，他做这些事情。而且他这些所谓设立的机构不管如何，他找这些做他里面的重要的决策单位的人都是重大的利益团体的代表人物。那这个东西跟美国的政治传统又有关系，会不会成功我不知道。那事实上的话，你比如说要做稀土的问题的话，中国大陆今天在稀土在重要矿产上，它不是这3-5年的问题，这是几十年的努力。对，所以那个报告才讲说到2040年，这是几十年的努力。你今天你掌握了矿源也好，矿源本来就不是中国大陆垄断的，越南有很多，马来西亚有很多，中南美也有很多矿源，你都可以找到。对，可是美国的政府常常我觉得他们这种就变成这种民主政治这种习性他不太讲实话。那你掌握矿又怎么样呢？对。矿的问题后面还有一个精炼的问题精炼的问题你还牵涉到你的很多社会法规，因为它高度污染。对，你美国能做吗？你放在哪里？你放 Colorado 州政府会同意吗？所以这些都是很多的问题。可是问题，美国的政治人物常常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以后，
然后描绘出来一个很漂亮的 picture。反正啊，能不能实现4年以后它也不在那个地方了。对，就是美国现在把所有的制度上的弱点都把它扩大到实务里面的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讨论它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管是你今天出席了什么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计划，你要搞什么这个政府要参与到实业的实际的运作里面我基本上我都不会很乐观。能不能成功还不知道，但是起码要点出了，就是未来有没有可能弊病丛生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利益勾结的问题。那刚长久了，对，就是没有办法 not sustainable。因为他现在就是拿了一个 MAGA 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出来，很个人化，很短视。是，而且刚刚提到了矿源的部分现在日本也在找矿源我们要提到就是说呢，这个稀土真的在大作战的这个竞争之下呢，日本最近也宣布，就是由他们的官房副长官尾崎正直他在先前其实已经表示说呢，日本的钻探船叫地球号，成功的从南鸟岛的外海这个深海海底采集到了含有大量稀土的粘土状沉积物。而另一方面，在美国这边也看到了美国副总统 Vance， 他正式宣布一个国际联盟计划，说要建立一个优惠贸易集团，通过灵活的关税为关键性原材料的各个生产阶段来设定参考价格，目的就是要抗衡中国大陆在关键原材料方面的地位。那现在包括了韩国、印度、日本、澳洲，还有民主刚果等等55个国家都出席了在华盛顿的这一次会议。中方呢，在1月份是先成立了一个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稀土价格的指数呢，正是在官方网站还有新华财经这些专业的终端同步上线，其中涵盖了蓝市，然后普这些主流的稀土产品。那跨足定价基准话语权，我们要讲的其实就是中美双方现在在稀土的这个议题上面，都希望能够掌握更大的主导权。那所以安雅老师，我问一下，这个稀土的国际交易价格，在目前来说，多半都是由谁来决定？这个买方卖方的交易是公平的吗？您觉得？延续刚才介大使讲的这个稀土的生意经就是鸦片生意经的倒反。稀土是对本国不好，因为你要破坏生态，但对他国是有利，你可以创新产品。鸦片是倒过来它是对本国好，反而是农产品没差，但对他国不好，会降低生产力。所以稀土将来在美国会奇货可居价钱会很高。可是中国大陆反而该做的事情是用低价去控量，让这个投资报酬率非常的低，根本不符合他国的利益去做，因为它需要大量补贴，破坏生态。而其他国家如果他做了也达不到规模，它成本会到太高，永远没办法跟中国大陆竞争。所以我们讲说，如果美中两强都想要抢这个稀土的定价权的话，它会像是因为美国自己有石油所以它就会有这个议价权。那稀土的话，未来的发展它也会像是石油的这个发展的路径一样，就是说走向这个集团化的发展嘛。就是程序刚才您问的跟介大使刚才讲的，就是说世界各个国家因为把国安的帽子戴上去以后，它必须要有这个东西，可是它必须要花10几20年才能够建立它所需要的产能。而中国大陆该做的事情就是一个毒品的模式，你就是用价跟量去控制这个市场。可是你不要用高价，你用低价。低价的话，别人都根本做不了。就像是他做根本没有商业利益，他干嘛做这个事情？何必破坏自己的生态等等？可是你有这个产品，谁乖谁听话你就给谁。这是最符合中国大陆国家利益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因为有太多其他东西可以做交换，不差这一件东西。OK， 那所以在都想抢夺定价权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或者是未来如果真的发展成像这样的态势的话，黄老师觉得这个原料端的库存跟调控会怎么样的受到影响？这个话题其实蛮有趣的，就是他推出了这个稀土交易所之后，变成会出现几个很明确的现象，就是说，他今天他一定会就跟做期货一样了，我出了一个预期的价格，那这个时候，就算日本找到新的矿产又怎么样，哪怕日本有精炼技术又怎么样，我会开始评估我投资的成本到底回不回得来。那关键是那个 cost。没错，这就像我们之前又在讲说，到底美国要不要卡住不让高阶晶片进到中国的问题一样。我今天就用价格去麻痹你，让你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那这样他可能就到2040年以后才能建立起完整的自身供应链。但如果他今天达到国际结盟，我就是硬跟你搞下去，我也先不搞什么60天储备用量，
那它有可能可以把它的稀土供应链提前的去完成它。但这个要看美国政府或者是整个美国的盟军他们有多大的信心跟愿意花多大力气，一口气把它拼到底。因为记得上次我们有估算过说，从日本发现，即便日本这边矿藏量很多，加上他们本身技术，你从建立起海外的采集到整个可以精炼，大概也要8到10年最少。那其实这样一加也快2040年。对，其实一加也快2040，那他这个估算是还蛮准确的，蛮准确的。对。那如果他把钱全部都加下去，加速这个进程，有可能可以提前一些，但能提前多少不知道。所以中国现在反而用这个交易所，我就赚你的交易差，我还去让你想做又不敢做。那其实主要是因为中国大陆也有先行者的优势，而且已经领先了这么多年了。是。但是这些是付上了非常大的代价，像刚刚大使讲的，就是你必须牺牲掉很多的环境的这些保护啊，或者是环境资产。可是呢，他就享有了先行者的优势，而且在2040年以前，您认为美方想要主导这样的一个稀土市场是办不到的。所以他赶快要储备嘛，他现在，而且你注意到他锁定的大部分都是能源相关产业的，对，所以他们现在一直还是在冲能源相关产业，他不能让它供应链一天断掉。就一旦发生任何的资源抢夺或战争的时候，谁掌握最多的能源，谁还是最有话语权的。不过这也跟科技一样，就是当你达到了2040年你的目标以后，可是中方也同样的在这几年之间，他也做好了更多相关因应的准备。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个跟金融货币相关的重要议题啊，也是美国财长 Bessent 呢5号在参议院的银行委员会听证会上，他正面杠上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Bessent 痛批呢说，产业中存在了一个虚无主义集团，这些人宁可看到国会完全不通过监管，也不愿意接受他所认为的健全监督。那双方呢为这样子争执啊，这个争议焦点就在于说稳定币的被动收益这个部分要怎么看呢？因为参议院呢倾向禁止发行稳定币的这一方呢，只因为说用户因为持有了稳定币，比如说是像 USDT 啊或者 USDC， 然后呢就支付给他们被动收益。再一个行话呢就是说躺平升息，你躺平了，自动就会有被动收益进来你的账户里面。那当然也希望说那个加强这个银行业的地位啊，防止稳定币成为非银行发行的影子金融商品。好，那银行业的游说团体当然也非常的强烈反对开放稳定币所提供的固定收益，而且指控 Coinbase 涉及巨大的商业利益。所以回到这个问题，回到稳定币这个主角上面，特别是讲稳定币造成的被动收益，也就是躺平升息这个部分呢，我们先怎么看？那个稳定币是跟 US Treasury 连结嘛，所以它会有被动收益。那有被动收益本来就应该分享给这个拥有者嘛，哈。然后它又会再以稳定币的形式发放，等于又形成了 US Treasury 的下一个固定买盘，所以对 US Treasury 是个好事。那传统银行反对是因为怕银行的存款流向稳定币，所以传统银行呢要求稳定币商呢你要去拿一个银行的牌照。那这个交易所呢，他们是愿意被这 CFTC 的一个监管，可他并不愿意被 Fed 做高监管，因为银行是杠杆经营，它是有 run on the bank 的 risk，而交易所是买空卖空，它并没有杠杆，它并不需要像一个银行要有这个 license。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被解决啊。第一个，稳定币就这些交易所可以把稳定币放在社区银行，让这些小的银行它有一个 interest， 也有 bargaining power against 这些大银行。第二，稳定币它发这个被动息，只要不要超过所有美国银行最高存款利率的上限就好了。所以，我们讲到银行，其实像在台湾也是啊，就是一般金融会去做银行也好，金控也好，其实它是特许行业，也就是少数人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事业的。那现在银行在美国这边的传统银行业者，他们会这么大的反弹？刚才安雅老师也提到，就是他们
简单来讲，就是他们利益被瓜分了。原先这个有用户，他们有实体的传统货币的，跟现在有稳定币的，他都可以孳息。可是变成是说，原本的那个利息，以前是从传统银行拿到，现在从稳定币拿到，当然就吃掉了传统银行这部分的。你觉得这件事情接下来的发展，因为现在游说团体也在不断去拉比国会的议员，这件事情最后的解方？当然，站在这些所谓的 Coinbase，他是希望有法规出来，就像之前的那个天才法案一样他也希望被纳入监管，他监管，但他需要低监管 ，OK， 用 CFTC 这个期货商的监管的模式，而不是像银行的监管模式。这个核心还是回到银行是个高杠杆，银行等于是合法的，可以创造货币出来。今天我们只要拿一个房子到银行，银行就可以创造货币出来，所以银行跟交易商有点不太一样，交易商是今天他买稳定币，他把这个钱理论上来说是要把它去买 US Treasury， 可是 CFDC 跟 CFDT 是不一样，而且 USDC 跟 USDT 是不一样。Tether 它只有2%左右的是去买 US Treasury， 另外有1%，你根本不知道他去买私人飞机还是买什么东西。对。可是在美国被监管的这个，他必须要去买 US Treasury，所以这两个是非常不一样。所以是的，他想被监管，可是他觉得我不需要像银行一样，因为银行是杠杆经营。你今天大家突然想去银行提钱的时候，银行没那么多钞票，可以留在那边。可 USDC 它随时它是1比1的在做这个置换。对，而且先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讨论到稳定币这个议题的时候，也提到了美国的稳定币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计划，就是要维持美元的霸权地位哈，包括说用稳定币将来可以买很多的美债啊。那同样的，中方其实也希望能够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的地位哈。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最近在他们的这个中共党刊《求是》当中就强调一件事情啊，他特别点出了一个问题，说什么叫做金融强国？就是呢，一个拥有强大货币，而这个国家的货币在国际贸易、投资跟外汇市场中可以被广泛使用，而且具有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政策性部分的，这样子是未来中国大陆的这个目标。那对照刚刚讲说，美国财政部最近他们也在报告当中指出呢，说人民币被大幅的低估也呼吁中方要让汇率走强。然后中方立刻就抛出这个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构想，所以大使怎么看人民币长线的动态？当然就是说，现在对人民币，我觉得它在策略上先变成重要的储备货币的地位对它比较有利。因为事实上的话，就是说，如果你变成一个普遍的这个贸易的工具的话，现在这个人民币还不具备那个条件。而且事实上，人民币事实上从国家安全角度上，我觉得始终有一个考量，就是说它的境外人民币的数量它也不希望很快的增长，让外国的政府掌握很多这个人民币我想这个各方面的考量。不过人民币我觉得就是说走上国际化是一定要走的，它基本上一步一步这样走，所以这是不是提出来这个说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我觉得这是他目前希望的达到未来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啦。因为人民币事实上相较于美金，相较于其他的这些储备货币来讲的话，那它现在比较符合一个条件，就是说它虽然短中期它会有一些波动，可是呢波动的幅度并不大，而它长期的趋势只要是一个缓升的一个趋势的话。那基本上，它在这个国际的这个货币市场上，很多的央行里面，它就会比较会重意人民币。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也在缓慢的推进这种所谓本币交易那这种本币交易基本上还是属于这种大宗的国家在采购的物资方面做本币交易。那不过人民币最大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说它的流通性还不够。那这也不是中国大陆它很快它就可以完全管制它这个人民币的做这个管制的行为，因为到底的社会结构还有经济发展的情况，而且面临的国际挑战我觉得中国大陆是希望把人民币作为一个国际的这个国际货币，可是我觉得它是很有步骤的。对，那现在可以很看出来，就变成就是说大陆主动飘出来，希望成为全球储备货币这个地位我想这是它
目前现阶段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而且汇率其实跟关税也有一些关系啊。黄老师你怎么看？就是特别是全球关税马上到4月就等于是满1周年了，那所以汇率的调控，尤其是在人民币这边的考量它会怎么样去影响？包括像美元也是怎么样去影响接下来这个国际金融贸易的体系？我觉得它虽然慢慢的被定义成所谓的具有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那我感觉接下来它还是很难单靠他们一国之力去影响整个全球因为中国是一个很特别的市场，它主要还是靠它自己，就把它自己的所有的产业链整个内需大片降生。所以之后它的汇率怎么变动，其实它在短期内，我想变化应该是不会太过的巨大。OK， 因为我们川普哥又走了什么奇怪的路子？川普最近对不管是汇率，特别是对利率都很有意见就是他最新讲说，他要马上他应该最希望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希望赶快让美国的法律，他在操控利率。操控利率，而且他希望赶快让鲍尔下台那所以接下来呢，也要看的是说呢，他最近不是提名了前联准会的理事，就是 Walsh 了，然后呢，成为下一届的联准会主席。那市场的反应很特别因为像市场反映出像是美元走强、美元指数上扬，还有黄金、白银这些避险性的资产价格一度回档。长天期的美债殖利率也上升造成股市的回档。那《金融时报》的评论就指出说呢，这个撇开 Walsh 的动机不谈，这位未来的联准会新主席呢，他的货币政策处方很简单，就是呢要提高经济成长率，然后呢压低通膨率，必须要调整利率，缩减这个刚刚安雅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所以你怎么看他将来有哪些政策选项可以考虑？这Walsh很重要他会回到1951年Fed 跟 Treasury 合作的方式。